各位朋友啊，这个台湾的所谓的第一名模国民姐姐林志玲嫁给日本人之后，是不是有后遗症啊？这个智商是不是就归零了呢？林志玲变成了台独艺人，遭到了中国大陸文藝界的封殺呀。5月13號呢，一條重磅的消息引爆了兩岸的輿論。台灣地區文化內容策進院，簡稱文策院啊，就是文藝廁所的意思唄，正式公布了新任董事名單。曾在大陸紅極一時的第一名模林志玲豁然在列。消息一出，大陸網友的憤怒瞬間被點燃啊！這個問題是，台獨分子對此還大放厥詞呢。那個老鼠眼梁文傑給林志玲又補了一刀。各位好，那個林志玲將出任文策院的董事。那不過他以前多次發文祝賀中共的國慶，那也曾在中國內蒙古唱我和我的祖國，那引發爭議。請問陸委會怎麼看他以前幫中共這個統戰宣傳，那現在要當文策院的董事？謝謝。好。這是文化部他認為林志玲擔任文策院董事，他符合這個他的政策需要啊。那對於深化台灣內容的國際布局，他們認為是有幫助的啊。那本會就是尊重文化部的權責啊。那藝人如果要脫中反台啊，要為台灣做事，那我們作為自家人沒有不歡迎的道理。這老鼠眼這是個掃把星，說誰誰沒啊！各位啊，大陸的網友說，你靠着大陸市場賺得盆滿缽滿，不僅沒有像其他台灣藝人關鍵時刻亮明立場，反而一步步的走向文化台獨的深淵。大陸的演藝市場必須對這樣的毒瘤予以全面的封殺呀！這個文策院啊，是文化台獨的核心大本營啊。根據公開的資料，文策院是2019年由民進黨當局一手組建的行政法人機構，依托當局的專項基金運轉，手握100億新台幣的資金，全權把控台灣的影視、音樂、出版等文化資源。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推廣機構，但深入探究你就會發現其背後隱藏着明顯的分裂意圖。它的核心使命從來不是傳承中華文化，促進兩岸文化的交流，而是系統性的去推行去中國化，刻意割裂兩岸的血脈與文化的連接，扶持帶有分裂傾向的文創產業，不斷的排擠打壓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項目的相關項目。用大白話說，這就是民進黨推行文化台獨的核心陣地。林志玲接任這個機構的董事，等於自願走入了分裂陣營的決策核心。這個林志玲啊，這些年啊，可以說是充滿着矛盾與投機的色彩。她曾在微博公開轉發"我愛你中國"，寫下"盛世中國，國泰民安"這樣的祝福，還遠赴內蒙與當地的小學生一同唱我和我的祖國，這個場面看起來十分的溫情啊。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我覺得身為中國人，大家都是一樣的2024年的10月1號的時候，整點準時轉發愛國內容，也曾經引起島內的台獨們的強烈的不滿。然而呢，這些言行如今看來更像是一種兩面的做法，為了保住大陸市場的商業利益做出的表面功夫。他在島內被台獨質疑親中，在內地又被網友懷疑到立場搖擺不定，這種搖牆頭草式的做法，最終只會兩頭不討好吧。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2025年與文策院深度綁定的合作中，他設立了專項獎項林志玲未來力量獎，高額獎金流向了盡數偏向分裂致力扶持的相關台獨群體。如今正式的出任文策院的董事，那這真實立場已經暴露了吧？不過呢，林志玲時隔8天以後一看，引起了大陸網友的憤慨，以後他拒絕出任這個董事了。中國官方的海峽島報也說了，林志玲
宣布不承接董事一職。也有人说林志玲是一个很漂亮的退场，但是他时隔8天才做出了这个声明，已经晚了，朋友们。大陸的網友的憤怒停息不了了，有大陸的網友挖林志玲的家庭背景，他說他有根深蒂固的深綠的家庭，他的母親吳慈美是陳水扁的鐵桿支持者，曾擔任台北市水當當姊妹聯盟的理事長，動員參與台灣正名運動等分裂活動。不僅如此，林志玲還多次親自到場為他的母親站台捧場，為自己後來這個台獨傾向埋下了隱患。說那些所謂的愛國表態更像是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的算計吧。嫁入日本改隨夫姓這些年，林志玲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長期定居日本，生活作息、穿衣打扮、言行舉止全都改成了日式的風格，那可真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了吧。隨着大陸觀眾對他的好感度不斷的下降，他在內地的商業價值也斷崖式的滑落，綜藝的身價從單期的200萬暴跌到70萬，代言費從1000萬級縮水到100萬級，連續多年沒有入圍福布斯中國名人榜。這個林志玲呢，立場從來不是可選項，而是關乎能否在內地立足的生存題。然而他的選擇就是沉默，既不回應爭議，也不亮明立場。這種模糊操作讓大陸的觀眾從疑惑變成了失望啊。所以你說她嫁到日本之後，是不是智商也歸零了呢？我是老吳，同志們，這兩天關於林志玲要在6月底出任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也就是文策院董事的事，引起了廣大網友同志們的熱議。不得不說，這林志玲這波操作真的是敗好感，把這麼多年苦心經營的人設濾鏡直接打碎了。文策院是個什麼地方？那是民進黨當局掌控文化傳播、推動文化台獨的核心單位，是民進黨當局用於去中國化、切割兩岸文化聯繫，以構建所謂的台灣主體文化而臭名昭著的政治工具。就這樣一個地方，林志玲要跑去當董事，我只能說她實在是太不懂事了。而林志玲這些年，說實在的，我對她真的沒有什麼好感，一直覺得她那個娃娃音真的是嬌柔造作，有點硬凹人設的意思。還有就是她與文策院的合作並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的。林志玲在去年5月份的時候去了一趟法國戛納影展，出席了文策院主辦的台灣之夜，為入選戛納影展影評人周競賽片的左撇子女孩站台，這一切都是有跡可循的。林志玲現在擔任這個臭名昭著的文策院的董事，只能說是水到渠成的事。從她擔任文策院董事的那一刻起，林志玲的身份就應該起變化了。這並不是參與的什麼所謂文化事務的機構，這是明晃晃的政治信號。很簡單的道理，就是這個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的機構，那麼這個機構的董事能不是獨的人嗎？而就在今天，林志玲公開發文回應此事了。她說，為了避免更多非事實的揣測及誤解，我決定不承接文策院董事一職。當初接下邀請的初衷是希望能為產業盡一份綿薄之力，這個回應就更加耐人尋味了。現在站出來回應，不就是因為輿論翻車了嗎？那你既然不想接文策院董事一職，那你當時幹嘛來着？別提你的那個什麼初衷，你能不知道臭名昭著的文策院是幹嘛的嗎？這份回應完全就是緊急公關，當時你先接受了，通報出來了，沒成想我們這邊輿情翻車了，然後現在又蹦出來說不想接受，算盤珠子都要崩我臉上來了，這不就是因為權衡利弊之後覺得大陸的錢還沒賺夠嗎？咱們再來捋一捋林志玲的家庭，他媽吳慈美那是陳水扁的鐵桿支持者，
他爸林凡南跟陳水扁關係超級密切，然後林志玲本人嫁給了一個倭寇，還要入職文策院當董事，這簡直就是 buff 疊滿了。我不管別人對他怎麼看，我自己是要從現在起就高調的並且是堅決的抵制林志玲。網友同志们，你們有什麼觀點和看法？評論區裡告訴我。5月25日，林志玲徹底從楊紫新劇《玉蘭花開君再來》消失，除名來得又快又狠。她原定是特別主演，番位排第3，角色貫穿全劇，如今殺青名單、海報、特輯裡一幀畫面都不剩，戲份全刪或 AI 換臉。同一天，她的毛血旺綜藝也緊急換嘉賓，下架預告。導火索是5月13日，她出任台灣文策院董事，該機構長期推動去中國化。輿論炸鍋後，她8天才辭任，聲明只說避免誤解，始終不明確表態一個中國。評論區早已被立場不明確就封殺刷屏，曾經溫柔知性的濾鏡碎了，兩頭通吃的日子到頭了。在內娛，立場模糊就是死路一條，名氣再大也沒用。確實是嫁到日本，智商就歸零了呀，變成了台獨藝人了。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早就明確規定廣播電視機構和網絡視聽平台要堅決抵制違法失德的人員，在節目的演員和嘉賓選用上嚴格把關，對於持有分裂國家立場的藝人，相關組織團體制作或參與制作的節目嚴禁傳播。林志玲這回徹底的被大陸封殺了，就是腦子一抽，晚發了8天的聲明，当初他就不應該接，對嗎？有人說了，他本來就是個台獨，這回裝不下去了吧？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見。